为什么周星驰64岁了，但是依然害羞腼腆，看起来清清爽爽，一点灯味儿和油腻感都没有？其实答案很简单，你看他如何看待女性就知道了。之前聊功夫女足那条5万点赞的视频，有人在评论区问我说，真的没有想到会有像你这样的女粉丝喜欢周星驰。我想说，作为一名女性，我看周星驰的电影不只是看那些无厘头的笑梗，那些对于权贵、对于人性的讽刺，底层小人物的拼搏奋斗，我更看重的是周星驰电影里的女性角色都很出彩。食神里的火鸡姐，龅牙刀疤，性格火爆，外表丑陋，但是内心却勇敢无畏，为爱奋不顾身。喜剧之王里的柳飘飘，她从事的职业特殊复杂，甚至有点肮脏，可是她的内心却简单直接纯粹。功夫里满嘴脏话叼着烟卷的包租婆也是粗鲁泼辣市井算计，但是他的内心却侠肝义胆，关键时刻会为他人挺身而出，舍命相救。周星驰电影里的女性角色从来都不只是一个简单的视觉符号，而是有血有肉有灵魂的。所以我小的时候看周星驰的电影，我一方面觉得很好玩，另外一方面他也会在我心里面默默种下了一颗种子，就是女性的美不只美在皮囊，女性的可爱也可以很多元。一个人外表展现出来的气质和他的内心其实是一以贯之的，因为他的心什么样，他看到的世界就是什么样。我们中国那些已经被观众打上油腻、灯味十足的大导演，看看他们是如何看待女性的，就知道这种油腻和灯味不是一天两天就能练成的。他们用旧时代父权社会的视角，自上而下的审视、打量女性，把女性变成电影当中的一个点缀、一个花瓶和一个视觉符号。而周星驰看待女性是带着心疼、带着欣赏、带着敬畏，甚至是带着一点我不配的胆怯。喜剧之王里尹天仇对柳飘飘，他的眼光没有对性工作者的歧视，反而是用一句我养你啊，直接喊出了对对方的疼爱与承诺。食神里的史蒂芬周最终看到的是火鸡姐内心的炙热，以及她对爱情的义无反顾，所以她之前的嚣张荡然无存，取而代之的是对火鸡姐深深的愧疚和感动。当一个导演的镜头语言里装满了对女性发自内心的尊重和欣赏，而非打量、审视、窥探，他的作品自然而然就是清爽的。功夫里的哑女是整部电影当中唯一一个身上没有喜剧属性的角色，可她却是整个暴力和混乱的世界当中唯一纯净的坐标。她的一滴眼泪、一根棒棒糖就能唤醒男主心里最后的一点良知。长江七号里的女老师，她的美丽和温柔承载了一种超越阶级的善良。对于身处在底层的这对父子来说，她就是他们绝望世界当中的一个美好的希望，一份治愈，一份关怀。所以你发现周星驰电影当中的这些女性角色，她往往都是反传统男性视角的。这些角色的存在不是用来满足男性的凝视和幻想的，而是用来盛放人类几乎所有最美好的东西：善良、勇气、纯真、希望。一个内心纯净的人，对世界、对他人，尤其是对女性，都怀揣着一种天然的善意。他相信爱，相信美好，相信梦想，所以他对自己电影里的那些女性角色的塑造，充满了一种理想主义的光芒，而不是现实的算计、猥琐的窥探和肉欲的宣泄。他把对于女性的尊重内化成了他自己人格魅力的一部分。所以回到开头那个问题，为什么周星驰64岁了，却看起来依然那么清爽，那么少年气？因为心干净，人才干净。